你们家是说谁赚的钱多，就是谁是大王，是不是？没有啊，跟钱无关啊，就是回家就好玩嘛，就帮忙按摩一下。没有好玩啊，你妹说很累啊。对啊，最没一点他就好玩啊，好难玩哦。他不对，他不是在骂老公嘛？这里是炮轰机。这岂不是在骂老公吗？对，怎么突然这样子啊？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儿子，你没有儿子，你永远体会不到。不是我啊。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最近有一部很红的动漫，叫做《我独自升级》，太好看了。那其实，在夫妻之间呢，也有一点这种感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老婆就像 NPC 一样，永远遇到他就有一个任务要解，但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觉得老公都解不了？你不懂我的意思吗？欢迎老婆们，讲讲原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今天大家身边都有一个板子，我们也可以来猜一下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对面两位老公会怎么解决呢？欢迎潘老师，就是哥，你们两个应该算是会做事的男人吧？会，你除了会跳舞还会什么？会家里面的大小事都我做。哦，对，你还会做饭。对，这不是基本的吗？爸爸对，这本来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子啊。要送孩子真的做保镖，给家里面正面的方向。举凡你讲的到了今天的早上什么发生？水果雕龙雕凤。水果什么？雕龙雕凤。那倒不至于，但是会皮都可以剥得干干净净给他们吃。任何水果你都可以剥掉吗？对，我女儿上大班1年级的时候，她不知道那个樱桃里面是有籽的，你知道吗？她不晓得樱桃里面，我连樱桃的籽都给她。因为她吃的时候都没籽。对，都没有籽。樱桃籽怎么拔出来？就是你剥开啊，就把籽直接剥花掉。可是那就变得不好看呢。可是她因为樱桃要圆圆的才可爱啊。她是这样吃，但是我们弄给她吃的，当初是这样。还好，我奇异果的籽儿有没有？我都把它挑出来。不可能。樱桃籽都要挑。但是你真的是做脸的人才有办法。做脸。但是清粉刺才有这个机器。讲的没错。对。不是，我觉得樱桃去籽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有一点多此一举。因为樱桃你就是要这样，这样把它咬下来。那你忘记你忽略一件事情，小朋友因为年纪很小，他不能这样吃。你一定要把它剥开来给他吃，真的，你要剥开来，他才不会把那个。什么年纪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对，大概。所以他那么小的话，就不要吃樱桃。对不对？趁那个年纪有危险，你就干嘛硬给他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樱桃？对啊，我们就不会这么小时候给小孩吃樱桃，因为就是怕他把籽吞下去，我们就给他吃别的更营养。对，好，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没错。你老公还有坏话可以说，我想，而且都还是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老公超多，好不好？不是古时候的哦。没有，不是。当然第一条是啦，因为第一条是最近，就是之前才开放，去年才开放的嘛，才开放开始就是可以旅游。我老公他就是请他帮我买名牌包去日本，因为你知道日本汇率关系，所以比较低。是。那所以呢，我那时候想说他刚好有带一团很大团，就是要去日本，所以他要跟嘛。那他跟着我就说，那我就拍照片给他。我说，我想买一个包，你帮我买哈，因为那个日本汇率关系它比较便宜。然后他就说，哦好。然后后来他就买了包回来给我，然后我就发现是完全是2个包。然后我就说，我明明拍照给你看，来看一下。哪一个？右手边那个是我要的，蛮像的嘛。我看下右手边。哪里像？形状就不一样，好不好？差不多。差不多嘛。形状不一样，好不好？哪里不一样？一个是水饺，一个是那个方形的。把左边的给我凹一凹，就变右边那样子。不是，他眼睛要长，他只看上面的那个竹节，他说上面就不都一样吗？就那个竹节包吗？就那个竹节虫做出来的那个结嘛。因为他打来说，你就是要那个竹节包，对我说，对，我想说他有照片了，这样子问一定是 OK。没有，他看到是左边这个，他买回来，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2个财产其实是分开的，所以我托他买包我是要自费的，是，所以右手边这个7万，左手边这个10万，加差3万，我就说，我要你买的是7万，所以我只付7万。他说没有，我代购，我帮你代购，我买上去我还要贴3万了，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个3万块钱吵架，你知道，因为我要多付那3万，不爽啊。当然了，买错又不是我说错，你不想要的款式，而且你有本事就应该在现场直接跟我视讯说是不是这个包，对不对？如果你有怀疑的话，你应该视讯，没有，他就是一副这样，就这个，然后就买走就走了。他当然要挑比较贵的才适合你的身价啊，对不对？他人家没有要那个啊。我不
需要，我真的不需要。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就很生气，然后为了这3万，就当然因为讲不赢他了，不然他就又要摆臭脸，你知道吗？想说算了，我就还是付了那个3万。哦，所以第一条这个就是第一条就是可以撕掉可是他为什么可以瞎成这样啊？我就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不是男生对女生的包，其实不是。不是有给你照片比对？我跟你讲，我给你 Toyota 的车子照片，你买回来也是头西把了，也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样？头西把，对不对？你也会买人不同样的车子。没有，我们女生会再三 check， 说对，你看一下是不是这台，确认一下。我知道你问柜姐也知道。对，没有，他就说那其实就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根本不想帮你买东西。我是觉得他没有用心，不用感谢。对，不用感谢，然后一起录影提醒他时间。他多大的人还要提醒他时间呢？他自己不会记，他永远不会记。而且呢，你譬如说像我跟他讲说，礼拜4要录小姐不吸涕哦，他说哦好，然后隔了大概到了礼拜2，他就说，我礼拜4录什么？我说小姐不吸涕。然后到了礼拜3，他说，明天到底是录什么啊？你看他是不是不听讲话？他永远没有听进去。我们节目有这么不红吗？不是，他真的没有听进去。而且你知道有人问我说，还会问他几点录？你应该讲2点录，然后他就跟你说几点录。到前一天还问，几点录？我要订高铁票了。你就会很生气，到底我讲话他有没有在听，你知道吗？真的是很生气，所以一起录影的时候我还要提醒他时间。对，但是是4点，看成4点，就是他脑筋不知道在干嘛，你知道吗？我们明明是14点是2点，那人家就到时候跟他讲说2点录影，他就是听成14点，他就听成4点，他把前面的10去掉了，所以他就觉得是4点。那你就整个大迟到啊，就整个大迟到就很不好意思啊，那就只有我先录啊，觉得老公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人生过得还好吧？可以啊，我觉得他大概只在乎他自己跟女儿啦，而且他不疼他儿子就算了，还指使他儿子把他当成仆人，真的，觉得这样对吗？真的 ，maybe 他只是训练他的一种模式。没有，对他都这样讲，可是对不对？我跟你讲，儿子基本上就是用来训练的，女儿就是用来疼的。对，就这样，没别的。钢铁般的教育就是要对儿子，是不是？从小的对他太好就对啊，是不是这样？对啊，爸。以前爸打你的时候，以前爸打你的时候，就叫你跪你就跪，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请问一下，你妹跟你的对待有不一样吗？你爸妈对你们的？我们好像差不多啦，只是因为她是我妹妹，所以她变成是说，有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家人会说你要让妹妹啊，她比较小啊，然后她永远都比我小。可是现在你在你们家是大王哎，我才不是大王嘞，你妹都要帮你按摩啊。那个是一个我们联系感情的方式。所以你们家是说谁赚的钱多就是谁是大王，是不是？没有啊，跟钱无关啊，就是回家就好玩嘛，就帮忙按摩。没有好玩啊，你妹说很累啊。对啊，最明显的就是我好难玩哦。他不对，他不是在骂老公吗？这里是炮轰区。这岂不是在骂老公吗？对，怎么突然这样子啊？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儿子，你没有儿子，你永远体会不到。是我啊。就是请他帮我切奇异果，你刚刚不讲，还可以把籽挑掉。对，我真的想都不敢想，你知道，就是人家刚好送了1箱奇异果来我们家1箱，那我想说平常都是我帮他切嘛，削皮切块给他吃。那我那天就跟他讲说，有可能你帮我切一下奇异果来吃吗？然后他就。这一点我不得不赞同他啊，半切就是切啊，对啊，因为其实半切也是切，半切用汤匙挖，对，我打开冰箱的时候就看到他把它切一半，然后他就说用汤匙吃就好。我说可是问题是我所谓的切是你要求的，你要求我切的时候我切对半，你说不行，你说要削皮切块，这样他可以拿叉子吃。既然你这样要求我，是不是你也应该要帮我做到这样？可是奇异果的皮削不掉啊，削得掉，慢慢削了。汤匙挖不是比较好吃？对，用汤匙挖比较好。可是你知道吗？懒的人就是懒得这样一手拿着一手这样挖着吃，他想要就是放在面前的时候用叉子这样吃。请问一下，在你们家负责切水果的人是 Sky 吗？当然，因为你知道我有又是Sky。我之前有切给他，就是一盘一盘切嘛。他给我吃完，他把空盘子放回去，我就超不爽的啊！我觉得你空盘不能放水槽吗？为什么要放回去？他说他放回柜子里、冰箱里。
他把那个冰箱不是切成一排排水果吗？他不是吃完就把空盘再冰回去啊？那我说你干嘛把空盘冰？你不会放水槽？他说不要，这样会有蚂蚁。对，我跟你讲，洗呀，不是蚂蚁，是洗就好了。我已经学会了，我下次不放水槽了。然后我跟放冰箱多好。他讲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怕有蚂蚁。我说那你可以冲一冲啊洗呀，冲一下，它没有油，它冲一下好，就算这样他就剥夺你的幸福了你就用，我说那你就用水泡着，你可以不洗，用水泡着。然后你知道我下次回去是怎么样吗？怎么样？每一个盘子剩一个，因为他快没有吃完。高级，高级。我跟你讲，这个他故意不是不是很欠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你又不是不晓得，你从以前认识他这就没有，知道这样他以。前没有，因为以前我不需要切水果啊。娶了你之后，他就变懒了，因为他把重心放在你身上。你错了那其实很多男生，他没有重心在我很多老公，没有。很多老公不知道，很多男生不知道那个盘子吃完的水果，你盘子如果没有放冰箱的话，那个飞蚊就会来了。那种果蝇，不是你这样冲一冲啊？没有，这个真的会有，尤其是像一般住在家里面，你冷气不常开的，或者平常就是家里面只有电扇那种，那果蝇随时都会在你的盘子上面，那个很容易形成，所以它放冰箱是对的。但每盘剩一个，这个一定是故意的，每盘吃一个，顺手洗一下而已，而且是水果，就是对，有的油你真的顺手就冲一下就可以了。我真的帮不了你，我尽量，真的所以尽量。潘老师你会顺手冲吧我会，我一定会。 ？Jason 也会吧？我也会。你不可能没有读一回冰箱吧？但是我刚学会，我觉得放冰箱这个招，我下次也可以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老婆也是啊，就是她老公旁边突然要做家事，然后吸个地，然后因为平常家事都是老婆做，然后他就开始洗碗洗半天，那女的生气了，你为什么剥夺我幸福的权利？哎呦，有这么好的这种人，这种老婆，对啊，老婆有这种人，哇，这样子。Jason，你敢说这故事是真的吗？你敢说？我为了要帮她老公说话而编出来的。一听就很假，好不好？太被动，怎么可好能？，还有其他的超雷事件，对，心好，仪。来看一下，请他印手卡收手套，结果每个都要做3次。才收什么手套？一手卡什么手套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呢，小孩就是要去那个校外教学，还不是有那个宜兰校区，然后他们都会去骑马，然后去做什么就是绳索啊什么，所以就会有一些那个户外手套。然后平常呢，这个都是我在帮他们收拾的，我老公就是不会帮他们收。然后那天我就是刚好很忙，我说他们明天要去校外教学，拜托你帮我就是要记得戴手套。然后他就收了哦。我老公其实是一个会做事的人，他只是呢什么都做不好而已。哇塞，商人哦。对，然后他就把它放上去之后呢，我隔天早上起床，我就想说要检查一下好了，看他有没有把那手套放进去。然后呢，就打开一看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真的有手套哦，是一副手扒鸡的塑胶手套，不可能，就是真的吗？对，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他说你不是叫我戴手套吗？我说不是这个手套，他们要去校外教学，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手套？他就把他手套放回去，他就说他再去拿手套。后来呢，我又再去检查，打开来还是有手套哦，然后就一拿出来是那种御寒用的手套，防寒的。对，而且重点是5只手指头就算，还是这种的。圣诞节专用，圣诞节滑雪的。对，小叮当是不是？你在跟我开玩笑，你在这干嘛？我说他们要去校外教学，然后边走回去，他又边 murmur 说，对嘛？我就想说天气这么热，干嘛戴手套？然后总之后来，所以我实在受不了。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是什么手套？他说所以到底是什么手套？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手套。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呢？没有，我已经有跟他讲校外教学，因为我想说已经去过这么多次，他应该会知道。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可以攀岩的那种，最后还是得要我出马去拿。然后手卡也是，就是因为我平常主持记者会，我们不是会准备那个手卡，然后有一天就隔天就要主持，我就说，哎，你回家的时候你顺道 7帮我印一下那个纸，我要回来做手卡。他说好，他去印。我就特别交代说你要记得印彩色，很简单吧？印彩色这种很难吗？好，然后总之呢，后来他就回家，到家的时候我说快，赶快，小孩睡觉，我要赶快做手卡。我就说什么？你要干嘛？说做手卡，你有帮我影印吗？他说，哎，我忘记了。然后我说你就是这么简单影印，你也会忘记？我说那你现在可以去帮我印吗？他说好，我现在马上去帮你印。然后印回来之后，他就默默的把那个就是那个纸就放在我桌上。
整片黑白。然后我就说，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我要印彩色吗？他就说，我想说又没有图片，又没有照片，你印彩色干嘛？很浪费钱呢。他帮你擅自决定。对，他说很浪费钱。我说你没有看我那个文章上面有红字、有橘字、有蓝字，这个我到底要这个字就是用颜色是要干嘛？他就说哦，我怎么知道？我就觉得很浪费钱啊，反正就是手卡而已，你可以用荧光笔呀。我就整个大生气，气疯。然后就是手卡印也要做3次，什么他都要做3次才会成功。然后还有这个交代这个事情也是很难。又没完成，都没完成，小孩还受凉。那天呢，就是他要带小朋友去参加一个生日会，我就特别交代2件事而已哦。一个呢，就是出门前请上厕所，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麻烦带个小外套，因为流汗之后回到家会很冷，这样对。2位爸爸们有记得这2件事了吗？哎，很简单，很简单嘛。差不多2分钟前我已经飘走了。请问是哪2件事？我刚刚交代。是潘老师。哎，出门前先上厕所，上之前要怎么样？就这样子啊？没有，还有另外还有一件事 ，Jason 是什么？就是他爸爸帮他戴错棒球手套嘛。第一没有棒球手套，第2就是上一个故事。我就上一个故事。对，2件事就这么简单。第一个不要记得先上厕所，第2件事情要记得印成黑白彩色的。带外套。带外套的。到底是怎样？你讲得懂，那我们都没有那种。我可以跟你老公做朋友，对不对？就这么简单2件事哎，上厕所带外套，好来。完全不知道，对不对？好，然后总之后来他们就带他出去玩，我就先回到家，我就等他。然后我老公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宝贝回来了。然后我2个小孩是呈现手刀这样子，哇，然后这样冲进厕所，然后那个尿量简直就是那种唰，长达2分钟之久的那种尿量，然后边尿边喊好痛好痛哦，就是因为你知道积太久了，积太久了，那个就是鸡就会很痛。然后我就说，看着我老公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前带他们去上厕所？憋几次就不痛了。什么意思？要练，对不对？要练。然后一种培养吗？对，这是一种训练。他就说没有啊，他们就说不想上，我就说我就已经讲过了，小朋友爱玩，当然就会说不要上。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啊。对，然后我就说问题是他就是憋尿啦，然后就会不舒服啊，然后后来要睡觉前就听到他们这边，然后我就默默的看他说回家的时候有穿外套吗？因为流汗，然后他就说小孩不冷啊。然后他说，重点是他说完小孩不冷之后，我默默的就是看向我们家那个挂衣服的衣架上那2件外套，好好的挂在那儿，从没出门过呢，根本没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他就害小孩又憋尿，然后有没有感冒？又感冒，就是这样。然后就因为他们连2件事都记不得。小孩憋尿是常有的事情，真的，尤其是男生憋尿是常有，就是爱玩他就会憋尿。那这些小孩受凉，那不能怪你老公哎。为什么？他受凉的细菌病毒不一定是因为他冷了他才受凉，他有可能接触别的东西，路上脏，对不对？他接触到其他同学、其他朋友，对不对？有病毒他才会生病。你看，然后经过了那一次之后，孩子是不是不常寒冷了？对不对？还是蛮常寒冷的，因为以后自己带外套，没有下雪穿什么外套？真的。很多歪理。好，还有最后一个念睡前故事给小孩听。哦，这个太扯了。这个真的很扯。我跟你讲，因为我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睡觉前我都会念故事给他们听，然后我都念的就是淋漓尽致哦，就是该演哇大野狼出来哇，小朋友这样就是演得很好这样。然后那天我就是晚上要忙，我就打电脑，我就说那你今天换你哄小孩念故事给他们听好不好？他说好啊好 OK。他念了一阵子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小孩还在病病表表？就是感觉很开心，这样就是没有完全没有要就是慢慢入睡的意思，这样。然后我打开门之后，我就看到我老公，他真的拿了一本故事书哦，然后就拿了一本故事书，然后就开始说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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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页，这么敷衍。对，然后小孩就一听觉得爸爸很闹啊，就觉得很好笑，就啊。没有念故事，没有念故事，他就是每一页都念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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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个绘本就是晚安故事？不是，它是个故事书，它只有晚安2个字的故事。晚安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什么故事？没有听久了就这个语调很催眠啊，就很催眠的嘛，对不对？没有，它其实本来是一个什么故事？它本来就是一本就是一本故事冒险故事什么对，之类的玩的故事之类就玩然后这种冒险啊什么的这样，然后他就是反正他不管哪一本书拿过来，都会成为一个晚安故事，就是晚安晚安这样，是不是很像？所以
32强激战，最燃乐团齐聚。我喜欢他们一开始就直接炸出来这种。我们台湾需要一个女子乐团的上升小巨蛋。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老公有过分吗？我觉得很想跟她老公做朋友，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戴手套，他每家换了2种，你家影印彩色，影印黑白。生活当中有一些情趣，小朋友上厕所回家说那边痛，你要检查你老公搞不好会，可能因为太急会不会有绑橡皮筋在上面，所以造成痛的因素。防止他们那个吗？对，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这样你才不会枯燥无味，你的生活就是要这样。好，结局是不雷。对，不雷，我是还好，对，去做。我们是连做都做不到这样子。对啦，你真的是啦，所以互相比较，你会觉得你老公还你要珍惜，你要珍惜，还愿意跑腿，加分。还有更可怕的老公来了，来了。超雷事件。对我怀孕的时候啊，其实人家就跟我讲说一定要叫老公进去看，然后我就从怀孕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打针，我说我进去产房你一定要进去。就我本来要自然产，然后我16个小时破羊水。然后那个医生说会干产来不及，就是一定要剖腹。然后我就啪，然后我就看到护士全部都没有在理我，大家都在忙着要哺我老公。老公也要生了，吓坏了是不是？我都还没有剖腹，医生都还没有进来，他就已经腿软嘴发白，然后护士赶快拿板凳给他坐，然后怕他昏倒，然后全部都在照顾他。天哪！我说那个真的不能勉强，那你不能怪他。老师，你有进去看吗？我进去，但我不敢看，所以这是医生帮我拍的。好了，结果出生之后呢？我们已经尽力了。对，生出生之后，老公真的就是。你知道接小孩这件事情啊，真的都是妈妈在做嘛。然后偶尔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才会拜托老公说：“我今天真的没办法，工作比较晚，你帮我接一下。”一定会出包。接到别的小孩子，接到别的妈妈，小孩后来发现那也是他小孩，是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学校就是真的很严格，因为我一个小孩念幼稚园，然后一个念小学部，然后但是同一所学校。然后他们就很严格的规定，因为学校在山上，很严格的规定，你几点几分只能从1号门进去，然后2号门出，然后几点几分之后接小学要从2号门进去，然后从几号门出这样子。然后我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说好了，你真的很啰嗦哎。我说我知道，我说好，你知道。一定会出包，你知道他们学校真的很严格，如果你走错门，他们学校每一个门口都会有那个监视录影器。你只要走错门，就立刻隔天我就会在学校小孩的书包里面收到黄单，警告黄单，集满3张黄单呢，你就会收到1张红单，然后呢，然后红单呢，你收到红单之后呢，你就没有接送证了，因为通常你就不能接小孩，小孩怎么办？你就要把车停在山下，爬上来上山接小孩，那很远吧？然后我就很害怕啊。然后，所以我每一次我整个学习我都不敢出任何的包。走上山那要多久？大概就是全部都是山路，大概要15分钟左右吧。哇！然后你还要带小孩的书包有多重，你知道吗？还有睡袋，还有游泳袋，然后还有什么他们做海报的大袋子，你又不忍心让他自己背。你知道，你就会看到很多有校车，但是我们老公不准我让他们坐校车，所以我都要自己接。还有。请他帮小孩包尿布，这个还好。结果，你知道小孩慢慢大啦，就已经不是那种黏的了，就是那种拉拉裤，然后站起来穿的那种，永远包错。你知道拉拉裤就是贴纸的那一面，永远是在屁股，对，但他永远帮小孩就是撑在前面，但我永远就会不知道，因为小孩穿完尿布之后，他们就会穿上睡裤嘛。所以我永远没有发现，他隔天小孩就是整个床上全部都是尿。对啊，因为那会炸屎，那个真的会屎是不会啦，因为小孩现在已经大了。他难道不懂标签在后面的道理吗？对，我讲了8万次都没有用，永远包错。
好啦，你知道他就是故意的。故意的，谁会故意？谁会他不会又扯到成龙了吧？你知道骰子也会，因为你以后就不会叫他错了，对，怎么可能永远包错？你用猜也不会永远猜错。看他是故意。有一次，爸爸妈妈带小孩们的聚餐、玩游戏什么，然后爸爸妈妈到最后聊天，就是男生就会一桌嘛，然后女生妈妈们就会聊天，就会变一桌嘛。然后他就聊得很开心啊，然后我就被我听到了，他在教另外一个新手爸爸。他说：“你就以后都不要帮小孩包尿布，然后他叫你包，你就包反的，包错的。这样子，这心动也太重了耶！了吧，邪恶的爸爸。你知道你听到的时候，他还讲得很兴奋哦，太可怕，他已经完全讲到忘记我坐在隔壁桌。哎，当时听到你会晴天霹雳耶！我听到之后我就说。”你说什么？然后站起来，他就整个吓傻了。这个不行，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对。我觉得有些时候老婆也会这样子啊。就比如说，在我婚前的时候，我请我老婆做饭给我吃，她就炒什么青菜炒白菜，然后什么红豆炒绿豆，青菜炒白菜，就是青菜跟白菜，豆芽炒绿豆芽跟萝卜丝还是什么，吃起来就。真的以后拜托可以不用做菜了，我们到外面吃好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超会做菜的。然后那个疫情结束之后，他在家里面做菜做60-70道，我都有把它拍下来，都很好吃，就变成我的菜单。所以我在觉得他那时候搞不好也是抱着这样子，我做很难吃1-2道，你们就不会找他做菜这样的心情。以后就不用再煮了。有帮到老公说到话吗？没有。有看乌鸦飞过吗？好。接下来要到木木老师了。木木老师跟你老公根本就相爱的，对，不是很好吗？但是真的讲到刚刚有讲到那个生产，其实我生产过程也是让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会让人家印象深刻。因为在生产之前我就知道打无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会拿一支很粗的针插在你的脊椎上面，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很大的就是罩门跟阴影，所以我就再三跟他交代说，如果打无痛的时候，你一定要待在我旁边，你一定要待在我旁边。你不用一定要跟我进产房，但是你一定要待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说好，没有问题。他说那等一下，我先去上个厕所，我等下就回来了。没想到他去上厕所，我想说上个厕所男生很快嘛，那咻一下就回来了。结果他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都没有回来。然后呢，麻醉师就走进来了，我看到那个就知道他是麻醉师嘛。他说来，我们要打无痛咯。我马上打给他，我跟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家，我上大号。他回家了。这叫肥水不落外人田啊！什么时间点还认马桶？对，很扯。而且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不在医院上就好？对啊，你一定要他认马桶是不是？他一点点，那没有那么夸张，他在外面还是会上的。可是他就是，而且你就已经跟他讲说你要打无痛了，太妙了！我很傻眼，我说你快点来啊！他说好，我马上。然后结果我已经打完无痛，他才回来。所以这件事情真的生产都会有一些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你当时是希望握着他的手，对不对？对啊，因为他要叫我们像瞎子一样这样子去玩，害怕。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前面大家都讲得很可怕，所以让我很害怕。可是他大便这次没办法，人生3不变就是这样。你大便、小便、大小便嘛，对不对？3不变，太扯了吧？对啊，人在医院上就在医院上，你回家干嘛？他来讲他的其他的，请他帮忙拿资料，因为我就是平常要讲课嘛，然后呢，我就会准备一些资料，然后我就是那一天我要讲课，我就很急，我来不及回家拿，然后但是我的手稿都在家里面，我就说，你既然要出来了，你要来这里了，那你就顺便帮我带，然后我就请他拿，结果呢，他就拿错，我原本那一天的课程是要讲面相。讲那个脸上的面相，就是他回去他拿到风水的，哇！所以我整场我原本是想说，那我要多跑一趟嘛，回去拿。可是我真的来不及，我整场就是靠我自己的那个临场发挥，还有原本事前做的工作。因为你是同行，对，我们他故意要陷害你。他根本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拿那个？他说我以为你今天要讲的是风水的课。没有，他知道，他故意陷害你。这个叫真金不怕火炼嘛，对不对？没有东西还怕什么？他故意拿错，我们一样，老娘这一段根本就是炫耀你自己的文。真的好，然后呢，就是请他收心，因为像
我们是台中人，所以我们就是很常要北上工作。那有时候我就会先来露营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可以也顺便过来，然后过一夜啊，隔天我们也可以工作什么等等的。然后呢，因为我都会比较早出门，我就会先出门前，我就会把我要的行李放在放着行李箱的上面。结果呢，他来的时候，我说，你帮我带鞋子了吗？他说什么鞋子？我就坐在行李箱上面写的。他说，哦，我以为你没有要带那个啊，你如果要带的话，应该要放进去吧。他就这样拿起来就走出门。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鞋子是这样放着的，就是在原地。这好像要先讲，不然也不知道。对啊，对啊，会以为不小心放在上面呢。外面。他会想说你干嘛又放东西在我行李箱上面，会觉得很烦，就把它丢掉。这我会不知道你要带。可是放在一起，不是就是要一起出门的意思吗？要讲一声。也不一定啊。问一下，我就说，你像放到上面那双鞋要带吗？对，多少也要问一下。我下次可以放个纸条嘛，你跟他讲这是要弄的，你明明知道他会这样，那你为什么还放在那边？有时间写纸条，为什么不拿一个袋子装好放在？就直接放进去吧，这也是一个方法。但问题是他不要啊。所以是我雷了。是你雷，是你雷，这个是你雷，是你雷。好，再下一个，再给我一个机会。分摊找行程工作，就是我们前阵子刚好去欧洲玩，然后呢都是自由行，对，所以就是包含找饭店、找行程、买机票，全部的都是我来做。可是我已经做到有点焦头烂额了，然后他也看得出来我有一点就是太过于累了，所以他就跟我说，他就自告奋勇，他很愿意，他就跟我说，那我来帮你找。然后他也很用心哦，他看了 YouTube， 然后看了一些 blog， 他就看了很多，然后到最后就跟我说，我真的不会，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看不懂英文。可是这些 YouTube 上面讲的全部都是中文，然后呢，我的照片就是中文，所以他就跟我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因为我看不懂英文。看着中文说看不懂，对，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订饭店的那些资料有中文版，全部都是中文版啊，那个网站啊，什么都是中文版。从哪里看到英文的？他就跟我说，就是那个地名是英文，所以我就觉得不会。饭店名称是英文，是不是？地名而已哦，地名就是可能法国 France 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没，他就完全不行。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有心，就是他可能看到我累，可能怎么样，他就是有心想要做这些事。可是他会觉得好麻烦哦。对，他后面就会觉得好麻烦，或者觉得说啊，算了，这个心也不用一定要展现出来。像之前有一个那个心可以收回来。之前有那种隐藏版的饮料，有没有？就是要他大排从容去排队。他真的也很用心的，就是为了要给我惊喜，因为他知道我很想喝，他就为了我惊喜，他就大排长龙，他就是也这样排队排了半个小时。很浪漫呢，对不对？很浪漫，对不对？对啊。所以呢，我就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他有打电话跟我说，我买了你想要喝的饮料。结果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又问他说，饮料嘞，我很想喝，我今天都没有喝饮料，就是为了这一杯。他说，因为我刚刚半路太渴，我就把它喝掉。你说他等你等他口渴，所以他干脆喝了，忍不住喝完了。你是说一滴不剩吗？一滴不剩，真的没有，连杯子都丢了。我杯子还留着。哇，这多有趣！我就看到他就是有那个水珠，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这还有水珠代表他喝很快。毛起来还是冰的那壳子，有多渴？对啊，不冰就不好喝了。百倍他的努力，至少留一口给你喝吧。那完全没有，太妙了吧？很雷吧？超雷，要展现心意啦，真的很累。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生活的乐趣，我觉得这很可爱。你说空挥洗衣场吗？对啊，可爱个鬼啊！我觉得气吧，买2杯啊！你敢这样做的男排我有排那么久，一定买他10杯。对啊，重点1个小时至少买2杯吧。老公会去为你排队或者买什么东西，其实不多。问题是要把它喝光哎。他要是点个大太阳，他当然肯定要把它喝光。为什么不买2杯？为什么？你告诉我老师，为什么不买2杯？不要，这就是故意。哎，不要这样，你也犒赏他一下，给他喝一下会怎样？他为什么不买2杯 ？Excuse me，Jason，你回答。你为什么不买2杯呢？奇怪。为什么？真的。好，庄宇不是离婚了吗？对呀。所以这要避这个雷好不好？然后他离婚了。没到离婚雷事件。他已经离婚了。真的假的？你们没有看到吗？已经离了，离很久了，离很久了，然后还要一直来参加我们这种抱怨老公的。这把你花
发讯息就好了。在这个时候是还没离的，有没有？因为我在想坐月子的。坐月子的雷这个很雷，在有离婚之后讲什么跟老公浪漫的事情都超没趣。听了，真的不想听。浪漫还是真的啊？他上次已经离婚了，还要跟我们讨论说，夫妻之间要不要分房睡，还是要跟我们聊得很开心。我说你不是离婚了吗？你们说离婚之后价钱没有谈好呢，所以现在每个都要接，对不对？每个都要接，每个都要接，你看。啊，讲快一点。好了，那个坐月子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在生小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怀孕的时候好像自己变胖很丑，不健康。其实我觉得真正丑的时候是坐月子，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跟孩子的爸说，我不要见客。就是不要让你的那个亲戚朋友来看。算了啦，你们都离婚了。对呀。啊，第二个是什么？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他讲完之后，我们要给他讲个结尾嘛。结果他是什么？贴纸撕下去教育。他跟我说好，他说好，不要在月子中心的时候见客。那我们去台南，我坐2个月，所以那已经过第1个月，但是我其实也还在坐月子。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是要开车，因为有亲戚要看小孩。我说带2个婴儿，因为大的还1岁多哦。然后那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忧郁，就是觉得要产后忧郁了。然后觉得天哪，我要怎么带2个婴儿？然后果然去的路上吐的吐，哭的哭，崩溃的崩溃，然后感冒的感冒。然后我那一整趟旅程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啊，超累。而且有些老公的行径很不贴心。对呀，我觉得那时候他可能还年轻，不懂拒绝。对，但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要让产妇为了谁要看小孩，然后就硬去跑到一个很远。产妇的健康最重要。对，这个有雷吧？太操劳了。对啊。都已经离婚了，还管他雷不雷？还戳破盲点嘞。那就是开始要准备离婚的离婚前奏。可是我还是要帮他讲话啦。我觉得他其实是在生产的大部分都是神队友。只是这种该推开的，我觉得男生就是爸爸们还是要把。所以你们俩现在关系还是好朋友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对。所以不方便讲太狠。对啊，他真的是一个，他算是好队友，对。谁真的被老公雷到很气的？有，其实我会，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比较浅眠的人，所以只要有声音啊，我就没有办法睡。那再加上白天，你看记错时间啦，要录影时间给人家记错啦，然后不然就是买个包还让我亏3万，你知道你就更气嘛。他到半夜想说好吧。现在就要不要原谅他？正想要原谅他的同时，他在旁边可以知道吗？然后你自己更火，我就已经有声音没办法睡了，你还给我呼这么大声，你是不是觉得说更生气？而且我晚上就是只要起床上个厕所，你知道要滑手机滑蛮久，才会有开始睡意，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都觉得好像自己情绪很不稳定，然后动不动就想要发脾气。那你知道现在夏天不都会开冷气了，可是睡觉还是会流汗，对，而且就是那种燥热的流汗，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发现到在镜子前面看到自己的状态很差，脸色很像黄脸婆，说你就更气。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没有偶包的艺人啦。我算是蛮没有偶包的艺人，我就可以看我那时候之前，你这完全不修边幅哎，我完全没有修图，没有修图，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真的也很，你是有涂泥巴在脸上吗？心情不好，睡不好，吃不好，你状态很差哎，我很生气，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偶包，我就让大家知道说真的，你睡不好或者是那种状况，就出来就是这样，这就是真实的我，真的很蜡黄，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跟我妈讲说，为什么？讲实话，我妈保养的，因为你吓到观众耶。我就是这样，就我看到我妈怎么可以漂亮成这样，我就更气，你知道吗？就跟我妈讲说，你到底是保养什么啊？为什么我都可以这样？我妈说睡觉很重要，一定要睡得好。那我妈自己一直都有在吃一个蜂王乳之类的，她就推荐我吃，你知道吗？是。然后后来我吃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真的吃完之后你真的很好睡，因为睡觉真的好重要，你知道睡得好，而且又随时可以想睡就睡的话，那个状况起来整个人是容光焕发的，你知道。所以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状态算是很好啊，还算蛮优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今天要赶快特别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日本蜂王乳，这个是日本100年品牌的，我想大家都听过它的名字，对不对？因为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吃，而且像演艺圈曾宝仪，
他已经50岁，他也是在吃这个，所以他看起来很娃娃脸，完全看不出来就是那种像我自己，现在我也超过50了啦。我个人觉得我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到像50岁的样子，跟刚刚的照片比就已经差很多了。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状态很好啊？真的是。对啊，你知道日本的蜂王乳，它里面其实已经含有40多种以上的营养素，而且它里面呢又加入好睡的芝麻素、维他命 E 以及赛洛美这种复方的那个蜂王乳，所以呢，只要这一罐就可以把全部的营养都全部兼顾。我跟你讲，我吃了2个月。我吃了2个月。这个只跟刚照片时隔2个月吗？真的只隔2个月，那就差很多，真的差很多。我承认。你之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有那种状态过吗？在之前上的时候，我其实妆都涂蛮厚的，你没有发现吗？就是用妆去盖我的那个肤色。是。可是它不是可以让你帮助入睡吗？非常非常。可是又可以精神好。你没有听到我儿子讲吗？我妈就是离不开那张床，她每天早上还要拿早餐来说：“妈咪，你吃早餐喽。”我跟你讲，我现在每天早上大概6点多我就要起床，为什么？因为我儿子要陪他吃早餐。吃完早餐，他去上课以后出门，我没有要送他，他就去坐校车了，我就送他去坐电梯，我就再回到床上睡，我倒头就可以睡。你们有没有吃过传统的蜂王乳？它其实很难吃，味道很有一个味道。那这个其实是定状的，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它又很好吞，重点是它没有味道，而且你知道大家现在差不多这个年纪都会遇到一个更年期的问题，这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的问题，所以呢，到更年期最明显就是睡不好。很难入睡，很难入睡。可我现在真的是我可以达到完全睡眠。我老公在旁边打呼，其实我都没擦。现在其实自己素颜看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还蛮开心，因为真的皮肤就会有点白里透红。哎呦！而且你知道拍照起来啊，就是觉得真的人家在我旁边都觉得他们也其实也会问说，你最近皮肤变比较好你是做了什么？你知道，他就会问你说你做了什么？那其实我也没做，我就是吃啊，因为由内到外的保养品才是很重要。因为你平常其实瓶瓶罐罐一堆啊，又很难吞，可是现在就是一罐所有的蜂王乳，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个保养都兼具在里面了，对不对？内服比外用更重要。对，这个我真的要建议大家。而且妈妈们真的很需要好的睡眠，隔天才不会骂小孩。我跟你讲，重点就来了。像我老公，他说，我又问他说，你觉得我最近是皮肤变好？他说，对，重点不是你的皮肤变好，是你脾气变好了。至少看到他就没那么讨人厌了，你知道吗？我就可以稍微有点耐心的跟他讲话，不然有时候你就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真的是会睡得好，就睡不好就会这样。对，很棒。对啊。所以我老公也有跟我一起吃，像他朋友如果也在抱怨说我老婆最近脾气很暴躁，我老公快，就这瓶，我跟你讲。这瓶救了我的婚姻，我老婆有脾气暴躁，后来吃这就变很温柔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会推荐给我们身边。我要到哪里去买？我想超简单的，你只要一通电话打去他们那边，然后再来就是你去官网去订购。那有时候你觉得一罐太多还不知道合不合适的话，那更好，他们有15天的包装。这也太漂亮了吧！超方便，而且不管你是1瓶还是什么，它都免运哦，你知道吗？而且你怕忘记的话，其实还可以订金它里面就是15小包，非常好随身携带。然后那像我跟我妈就是定期配送，我们是定期每个月让她直接送来家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妈真的，我妈看起来像超过75岁吗？不像。不像是不是？哇，就是我要出卖我妈吃了2年，精神很好。我妈一直都在吃，因为我妈跟我说，其实到了他们这种年纪，就是睡眠很重要，先把睡眠顾好，你整个人其实状态就会好，而且健康也不会不太有问题。这样。有没有？我妈很漂亮吧？那你妈看到你那个 get saving 的时候，有没有吓坏啊？就所以啊，她才叫我赶快吃啊，不然她怎么会推荐我？而且我妈还说你赶快一起赶快订购，赶快一起订购的。所以我跟你讲，所有的老婆还有太太们。真的要先顾好自己，哎呦，太棒了啦！所以呢，只要好好的吃，对你心情好了，睡眠好了，整个看到这个世界也就美丽了，你也就不会觉得老公讨人厌。没错，他这么棒的东西，如果大家刚刚一时间记不起来，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哦。小姐不息地有更多的介绍，都在等着你们哦。对，谢谢你的分享。想要。臭磊老公 MVP， 我自己内心呢要颁发给木木老师的老公，因为那个饮料呢真的会气炸。如果期待已久，送来这个空瓶还有水樽，太雷。好，我要颁给
那个心仪老公哎，真的假的？哪一个？也蛮屌的。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手套拿3次，他根本就在测试你的那个极限，对啊，对，老公雷是好事啦，真的，这样日子才会过得开心嘛。好真实，好笑好玩嘛，对不对？谁没雷过？我们都雷过。所以老公不雷就无聊了，对不对？对，真的。好像也是了。给他一点机会。无聊吗？我因为你不雷啊，你没有做啊，没有，我是什么都做没有。看我是好心，出自于好心，想说哎老婆辛苦了，帮她多做点。可是有时候做她确实会弄到她的雷。他前一阵子有一个杯子。那个杯子就是我不知道一个，就是平常他喝一点点红酒，没有，我就想说，哎呦，把它放到旁边没动，对，就是放到旁边。我想说把它洗一洗嘛，洗一洗我就把它直接就放到那个洗碗机里面，对不对？一个大洗碗机，然后家里面碗在里面洗，洗。洗碗机你知道，洗久了之后那个温度会可能比较高一点，对，然后水柱会冲嘛，那洗得很干净，哇，好棒哦！一打开一看破了，他的杯子破了，这个杯子整个破掉，哇。那个杯破掉，我想说没关系嘛，好啊，那到时候再，反正有2个，因为那个是他可能是生日的时候，他英国同学寄回来送给他，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好心，哎，把它洗干净，就放到那边，结果我发现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一看了玻璃，你知道这个玻璃杯，怎么就开始了。我跟你讲，那一组是2个，我今天把另外一个带过来了，是没破的那个吗？是没有破的那一个。哇，这个杯子好特别哦，你小心拿。拜托什么？你这一集多少钱？我赔不起。这个多少钱？这个贵吗？一个杯子16800块，一个杯子16800。他的英国的同学送了他2个，我好心把它洗破了1个。你好雷哦！你为什么加好心？我也只是洗破，有心帮你洗。你不觉得他这个设计这么特别，一定有什么秘密吗？对，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哎，就这个杯子，而且我说你这个杯子又没有脚。没有脚你怎么喝嘛？对啊，对不对？他说这个杯子没有人在喝，这个杯子是酒放里面倒一倒之后，它是这样，它就放在桌上这样子。不要小心哎！对，它是放在这样子的。那我想说，为什么？如果破掉，超雷主持人。超雷老公，就到这边了，不要再录了，好，差不多了，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铃铃铃。